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最先进F-35逆踪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美国虽然你战术是获胜了，但是你的战略呢，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我们知道伊朗啊，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它人太多了。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针对这次对于伊朗的行动，川普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向伊朗来部署，甚至是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同时也透露说呢，美国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们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推进到一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关键，就是这场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从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对伊朗海军、飞弹、无人机库存还有包括国防工业进行了超过7800次的空袭，并且锁定哈尔克岛上面超过90处的目标。但是哈尔克岛的能源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尔克岛的话，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好，哈尔克岛其实它是个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占着伊朗的这个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于在波斯湾的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那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说，美军可以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这也有风险就是呢会对伊朗跟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者是美军就直接占领哈尔克岛，把这个重要的石油设施拿下来，作为跟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现在呢，拉回到美以双方的说法，都明确的表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场战争将会延续下去，但是也画了红线，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评估的关键就在于说，能够不要打击或者是影响到能源设施。所以这个美以的共同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对美以双方来说，聂老师觉得他们是觉得老神在在，胜券在握，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计谋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觉得这次都打乱了。一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4大目标，前2个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浓缩铀停止，要你的核计划、核设施不要再发展。第二个，你的导弹不要再做得这么厉害，要不然又出现第2个北韩，我美国还受得了吗？那以色列一直诱引我，就是说，他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国就说，有道理。我不要让他成功有一个长程甚至洲际导弹，甚至夹带的核，因此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根本没有完成这2个目标。川普不但说我赢了，什么叫胜利在握？他讲了多少次我赢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从2000多个地方到7000多个地方，这样打烂了人家的家园，甚至打死了那么多小孩，叫做赢了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疑问，这是逻辑思考。第一个，美国是一个聪明，这个川普主任要占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西北边。赫姆塞牙在南边，好，赫姆塞牙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尔克岛来封锁伊朗的90%石油，这不是以牙还牙？血债就是冤相报嘛。美军这么厉害，这么大，军事实力这么大，你需要这样子来作为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美国你越被我们觉得就看弱了。但是当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冤冤相报的时候，你会更惨。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讲的，所有人在分析这样全球经济，当然伊朗经济一定大受伤，全球经济更惨。那伊朗经济受伤之后，它再来又产生了，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实力不够你，我打导弹打不到你美国，可是你打我军事基地，我反击，我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击你能源，还有天然气。卡达我丢5颗，你防了4颗，最后1颗还是打得到。你现在防空，你这么糟糕的代价，2个代价，你的所有的东西防空系统都昂价非常昂贵，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对等的这个战争。对伊朗来讲，第一个军武的不对称，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等。现在美国在此就会在信誉不断的扫地，你会发现这次伊朗
虽然伤得很重，其实他的国际名反而更高。就是说，他最后反而他会想要他要求的东西。我现在讲说，你说胜券是不是在握？我觉得看不懂，这怎么叫胜券在？还有一个，什么叫地面战争？请问一下，1955年、1975年发生什么事？越战。《阿甘正传》里面非常清楚，年轻人打到最后疯狂扫射，看到草丛一动，那个鸡也杀，老弱妇孺都杀。已经情绪崩溃了，就像福特号现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个月，还要加2个月在海上，他受不了，连马桶都会塞东西去，情绪会受不了的。船烧了睡在甲板上，美国的问题真的要去了解，这已经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第二个呢，大家也记得吧，在2003年啊，这个我讲2月5号，Powell拿了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武器，抓到了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东西，这个白粉呢。当普丁说是一个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从什么时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个月。请问地面战有什么样的收获？到现在他在伊拉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之名声？我觉得打地面战，就算这个岛你封锁下来，我觉得你也没有胜。而现在这个 idea 好像不错，但是您问我是不是胜券在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战争。第一个，川普情势错判。所以这个形势就有点转型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战争，我认为啊，如果国际在美国霸权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要求，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诱因的方式，让这些国家跟他刚刚讲自由行动也好，或者跟美国一起来抵制现在战争。美国这个我刚刚讲霸权的上中，这一次真的会被敲响。所以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现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点的越战、韩战这样的一个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战损报告也显示啊，从2月28号这个开战以来呢，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那这2天呢，甚至也传出了美军最先进啊、引以为傲的这个 F-35逆中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凯恩呢，他也坦言说，美军目前只拥有局部制空权，也就是只能够控制特定的伊朗领空。那因为伊朗真的是幅员广大，你没办法完全把它的领空给这个掌控下来。好，那开战不久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就掌握了相关的情资，然后锁定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来斩首成功。那凸显出的是情报的优势，还有反情报失守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但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这边的动作，尤其是这边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是想要用斩首当做一个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领导阶层一一的赶尽杀绝啊。但是有了先前教训的伊朗，他们目前的情报跟反情报的工作又怎么看呢？文佳老师。这个讲到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内瑞拉的总统其实被活抓那莫托罗其实是靠美国的一个精确的情报，然后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没有去做好反情报，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这次的斩首行动哈马内伊呢，他其实他被抓到也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有精确的情报，然后呢，加上他没有疏忽了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的情报优势导致于能够斩首成功，然后呢，这个伊朗因为反情报的失误，导致呢他被斩首。那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在战场是非常之重要那我想这个美伊呢，它的情报能力虽然这个是非常强，但是呢，其实它会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呢？因为战事一拉长。有时候情报是怎么样？需要靠内线，因为你越长，他们越会保密，你越难去掌握情报。然后他反情报做得很好，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伊朗呢，他会靠什么力量呢？他会去中心化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以前跟集中嘛，可能要集中开会，或是拿手机。他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他会分散，所以你很难去执行这个斩首，他会做好反斩首任务那第三个，他也用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来打消耗战，他企图他去瓦解你的这个斩首，他用消耗战来让你的这个美国，虽然你的是战术是获胜了，你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呢，其实是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对，因为尤其呢，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当国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嘛。
所以呢，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直会去推选新的人出来啊。没错，没错。对，好，那第一个，那未来我觉得这个情报的趋势呢，当然我们美国短期内它还是需要靠这个尖端的情报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这个伊朗会在反情报跟不对称的作战呢，来迅速来补强。所以呢，这个战争形态会变成斩首跟消耗一个并行。了解。那所以我想，这个情报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博弈。此外呢，关键还是在于谁拥有了情报优势，那同时又被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实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战略哈，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哈来消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们高昂的这些武器啊，反正呢不对称嘛。那但是呢，伊朗也就是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击能源设施啊，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川普特别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啊，因为以色列先前就攻击了伊朗一个主要的天然油气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报复，因为呢就攻击了这个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处理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而现在呢，不止卡达，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港口盐布港也传出遭到攻击啊，一度宣布暂停原油的装船作业。好，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有强调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断上涨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价格，而且可能对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这个石油总量呢，说如果是解除的话呢，估计可以啊，稍微来缓一下燃眉之急啊。就是石油总量，因为有大概1亿4000万桶的原油。那分析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 Again Capital 的石油专家啊，叫做约翰基尔杜夫，他说近年来呢，其实中国大陆呢是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光是购买伊朗原油出口啊就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呢，如果华盛顿批准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数百桶的原油哈。所以确实能源对全球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一次呢，荷姆斯海峡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了日本、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OK 这些东亚的国家都受到影响。那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国提醒说不能够打油田；美国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哈。所以这场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石油赛局，江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谁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家现在只看两边打来打去，加美国介入，可能刚刚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这个战局。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提到时间？其实燃油厂、LNG 厂不是说我今天关掉打开，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断生产，它也是要一个时间。那据我所知的话是。目前的燃油气厂再打开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再加上装船，然后再到你的买主身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对。然后这次在挪威有一个能源机构他有去做分析，说这次攻击会让卡达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损失达25%。所以大概是2000万公吨，然后呢，要修复到像打仗之前的话，大概要5年 ，OK，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解除限制之后，中国可能会就地把之前跟卡达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这些黑石油变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实这也会一方面，我觉得。目前来说，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的话？之前在俄国跟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去抵制欧洲买俄国的天然气。OK， 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从卡达去买这些东西。那现在，卡达又不能生产天然气了。对，那就导致说，那我欧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那远一点，亚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很头痛的。像刚刚和主持人有提到说，美国说我又不用这边的天然气，又不是用这边的油，那你们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们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个现在全球能源的供应出现了一团乱，但是现在
美国一句话说：“这关我什么事情？”你觉得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有关于氦气的供应断裂啊，因为氦气是液化天然气制成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呢，这个现在不只是因为石油受阻，然后造成这个包括石化产业啊非常的慌乱以外。氦气的供应中断对于半导体制造，因为您是这个半导体科技相关的研究学者哈，对于半导体制造的影响评估怎么看？其实基本上石油啦，半导体常用的就是氢气，就越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半导体制成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10颗。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半导体，可是很多东西是忽略，是我们的民生化工都要用这些东西。那到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因为半导体说实在的，顶多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些手机、电视。那其实不用手机、不用电视、不换芯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不点灯、不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后续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后面民生化工品的状况。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2月28号这一天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出兵攻击了伊朗，到现在已经打了1个礼拜了。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现在还是众说纷纭。那中东的战火呢，也因为这场攻击行动持续延烧当中。美国原本预期呢是要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啊，它的剧本呢其实是斩首伊朗高层，然后空袭进行压制，导弹打击迅速拿到制空权，歼灭所有伊朗的海军，就是要摧毁所有伊朗的反击能力，让伊朗投降认输，回到谈判桌上。但有个问题是，美国或川普会不会太过理想了？目前在战场上的发展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美军方面是宣称，他们最近呢，根据数据显示啊，伊朗的飞弹反击发射量已经减少了80%以上。美国海军呢也集成了30多艘的这个伊朗船舰，战场的优势正在扩大。但在另一边呢，也看到伊朗呢连续发动了几波的攻击，那明显的就是要来报复美国，特别瞄准了美军基地来打击啊，像是导弹击中卡达的铺路爪的雷达，那摧毁多地的美军雷达系统，还有呢，就是在中东第3套的萨德防空系统被伊朗给击毁。无人机跟飞弹也袭击了美国跟以色列，总共有27处的基地。伊朗方面也宣称动用了卡德尔380这个导弹呢，击中了美国驱逐舰，但是这个消息呢被美方否认。那更关键的是，原本讲说打4天，到最后川普呢改口说4周，现在呢看的是更久哈，因为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o 评估啊，至少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打100天，甚至可能会拖到9月。所以现在关键时间2个，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弹药。那原本计划当中的这个美国认为的快速胜利啊，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我们也来看一下川普。那他特别在最新的发文呢，他在他的 True Social 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他就说，除非伊朗无条件的投降，否则 no big deal 哦，不用谈了，那没有任何的 deal 可以跟他们谈。所以大使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他们向来都是速战速决，然后这次呢打伊朗是像快打旋风一样哈，就打了，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完全瘫痪伊朗的反击战力啊。但是这几天听到美国一直在强调，是从飞弹的发射量，从他们所摧毁的这些军武的数量，都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伊朗快打不下去了。但真的是如此吗？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就参考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已经变成怎么样？以前是战争中的这个宣传机器了。那这个各方都是报喜不报忧。像以色列的话，它已经就封锁消息了。那美国的话，也基本上很多真正的战场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对美国有利的消息了。对，那所以这个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会走上一个典型的战争的一个发展途径。它开始是用外交，然后有一方面觉得这个外交的这个工具不太管用，就把军事加起来，那就既外交又军事。
然后既外交又军事的话，如果说在军事的手段那么好，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继续持续的话，那就外交手段会被完全放弃。有一方会宣誓他要用展现这个战斗到底的时候，就不讲外交了。所以现在就是纯军事了。那军事可能要在战场上来分一个较量出一个优劣出来了。对。那输的一方基本上这个弱势一方，你要他完全放弃武器放下投降很困难，除非你把他的这个负责人抓到了，你把他首都占领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对战争了。那如果说军事一直在相持不下的话，那双方就会进行外交，跟军事两条腿共并进的，最后结束。所以现在我认为才进入到这个第3阶段，这就是军事较量的阶段。当然这个时间只有短短7天了，对，从228开始嘛，到今天大概整个1个礼拜。是，那这个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多的是川普，川普事实上从他表情的变化也非常大，对。那他本来说伊朗说已经要派人跟他们谈了。后来现在他说他不谈了，我觉得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谈，而是伊朗有没有在回应他。而且伊朗也许不愿意谈。伊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谈了。对啊，就准备打了。所以就变成现在是纯军事阶段。那纯军事阶段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美国是什么保留实力那我认为这个以这种打法的话，这一个阶段美军已经动了全力了。也就是2艘航母战斗群的力量加上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大概短4天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就出来了，我们攻击了2000个军事目标。你要讲2000个军事目标，那要花多少的这个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而且 Rubio 这个美国国务卿不是还在公开发表说 unleash chain 嘛？对，他说用更大规模的武力来摧毁伊朗。更大规模，如果说还有真正就是说美国要更大武力的话，那我们就等着看。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出来。所以大使，你觉得美国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过于乐观了？超出他们原先的预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说美军怎么评估因为现在就是美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川普一个人的意志我觉得川普事实上他有赌博的成分，他没有必胜，可他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他所预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一个就变成把这个哈梅尼等48名伊朗的高层政军领袖一锅端了以后，并没有发生伊朗的政府失灵或者崩溃瓦解，也没有发生伊朗人民大规模的这个起来推翻现政权然后迎接美国政府让川普一起来决定他们最高领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所以这2个发展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川普可能是寄望这2件事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说，那他是落空了。所以目前的发展似乎没有照着美国或者是川普的剧本在发展这个是不是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呢 ？Ross， 你觉得？问题是川普在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改口对，没错。所以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都不知道。那感觉上是一种见招拆招，看到形势是怎么样，然后他立刻换另外一种说法。认真的说，至少有一个目标是很清楚，那就是要降低伊朗对周边的国家的危险。所以不管川普怎么说，不管他今天接受访问或在社区媒体这么写，对，然后明天有改口的话，但是至少有这个目标，所以即使这个神权政府继续执政的话，那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目标要降低他们对周边国家，不管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的降低这个风险了。那的确是美军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即使结束之后，神权政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军事能力的确是会变比较弱。OK， 你讲到周边国家因为其实现在这几天大家也在看，就是说刚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有2个非常重要的变数啊，一个就是时间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弹药的库存啊。时间压力上，其实不只是伊朗，特别是对美国是如此啊，因为呢，如果这个战事呢一旦拖长的话，对于军费也好，还有包括油价、国际的压力呢，都会快速累积啊。更重要的是，大家也知道，在11月今年年底，美国有重要的其中选举啊，所以从时间上面来看 ，Russ 觉得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必须让川普决定赶快在这个时间以前要处理好或控制下这个局势？我觉得是在将来几个月了。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几个月，川普不会希望这些问题继续进入到夏天，因为夏天之后就是选举的关键时刻。那虽然通常美国选民在夏天不会 focus 在11月初的选举，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选举的关键时刻就是在9月初才开始，就是投票日的倒数2个月。但是如果美军正在国外打仗的话，那当然美国选民会继续看这件事情，会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有美军伤亡的人数的话，那当然选民会很关心。而且拖下去，如果打得越久，那个伤亡可能的数字就会越有可能会增加。会增加，但是会增加多少？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只要正在打仗，那的确会有美军伤亡，这是事实，川普也知道。所以从政治的算盘来看，那当然川普会希望这次行动在几个月之内就会结束。那现在3月初啊，3月中，那他应该是希望在2-3个月。我很难想象川普会希望这个战争会继续打到6-7月份。我觉得对川普来说是不希望，所以不能拖过6月。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那回到这个身权政府这个问题，我要不要所谓的 regime change 反政府的目标啊？我还是认为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第一个目标，如果有的话，美国是很欢迎，但是会比如说会派地面部队来推翻政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认为川普是希望在6月初左右前就会结束。那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你觉得到时候川普会不会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就是直接又在讲？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交接给这个以色列，继续的完成这个目标。当然，不管怎么样，川普会说目标都达成了，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了。不管当天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比如说伊朗军方手上还有多少枚飞弹 ，OK， 还有多少架战机等等。不管这个胜选政府还在，那当然到时候川普会说我今天决定结束。我们目标都达成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好，所以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简答就好了，就是现在的局面是不是美国或者是川普始料未及的？他没有预料到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吗？我不会这么说。你不认为 ？OK， 因为不管川普接受访问或在社群媒体写什么，他当然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容易。好。但现在因为川普呢，大家这几天也在问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发动地面作战哈？但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川普也是一样哈，他的说法就是一改再改啊。先前说不排除，但是最近也说呢有点保留哈，说出兵是浪费时间，甚至呢他还放话说呢要扶持库德族的民兵对伊朗发动地面支援，但是现在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回应。好，大西洋月刊呢就指出，伊朗战事正在暴露美国军事能力的衰退迹象啊，这代表美军战斗力不如以往。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包括传统上美国的盟国呢都表态不会参与。像西班牙，我们举其中一个，西班牙呢就是坚持不开放基地让美军来使用哈。所以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纪文兄觉得为什么发动地面战会这么的困难，会让美军暴露在多大的风险下？我想，首先最明确就是这个美军2021年才从中东地区这个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嘛，特别是阿富汗。然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了20年哦，美国人的这个消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包括有人估计整个阿富汗20年占领时间2.26兆的美元的支出，而且那时候一些资料数据就是平均每个月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费是120亿美元。天哪，大动！这个对美国来讲，大量的国家资源的消耗哦。而且大家注意到，美国总共有军人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大概是前后400万的这个军人。这些军人退伍以后，相关的包括有伤残，有可能战场的创伤，还各种福利后来的照顾。那2020年的时候，估计大概整个支出其实也很惊人，大概2兆美元左右。而且这笔费用随着时间拖越长会水涨船高。大概2050年的时候，这些上在的这个曾参战过的军人花费大概还要6.5兆美元。是，那这就明摆着这些用兵是非常昂贵，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伊朗是一个大国，164万平方公里，那是台湾的大概，台湾才36000，台湾的45倍。对，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再加上地形很复杂，有1/3是高山和沙漠，然后平原其实不多，也因此你美国要派多少军队介入，我单单就以另外一个国家做这个比较，像乌克兰45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大概16倍。那2025年的数据，俄军投入在乌克兰战场在70万人，试想164万这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美国要投入多少地面部队？那美国的地面部队就2025年的数据，陆军大概45万，再加上后备部队和这个国民兵，大概还有40到50万之间。那陆战队大概16到17万，你要多少比重要用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因此，就伊朗的整个国家地理状况，它的地形，还有你美国的能动用多少的军队，再加上刚才有讲到这个弹药问题，哇，这个对美国来讲，如果要打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面战争，我认为以他目前的准备时间是严重不够，因此这个我普遍认为是美国积极要避免这个部分，因此宁愿去收买库德人帮他打地面战争。我认为在理性的思维范围里面，他是不会派美军地面部队介入的，所以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是极低啊，极低。那这2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进一步请教你啊，因为张金义啊这位现在常驻在中东的记者啊，他就提出了他的观点。那他说呢，这个美伊两国现在有传出说，为了要快点打趴伊朗，不排除考虑要动用战术性的核武啊，但是如果一旦动用的话，这个兹事体大，你怎么看？我认为战术性核武是不太可能，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打到这个份上，那俄国人也常常暗示，说我要不排除用战术核武，但打到现在，哪怕攻坚几个绞肉机般的战役，我们也可以看到俄国人其实没有动用战术核武，因为毕竟这是潘朵拉的魔盒，没错。如果一旦打开，这个后来的战事升级远非你战前所想象和计划。因此，这个红线，我认为不只是俄国人，我想美国人、以色列人，他对于这个重要的红线也是不敢轻易触碰。伊朗被打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哈，那么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呢，在2月28号这一天联手攻击伊朗，发动这场军事行动，那么超过1周了。现在看到川普有一个最新的发文，他呼吁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就是伊朗国防军呢，还有警察都放下武器，接受豁免，否则呢就必死无疑。也强调，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外界也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或是美国会不会对于伊朗的战事太过于乐观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在中央司令部，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总部以因应未来至少在100天以内支援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时间也可能会持续到9月为止。而伊朗外长阿拉奇呢，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他的了解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正在政治与其他方面支持德黑兰，但是阿拉奇拒绝透露这当中就是这个支持是不是有涉及到
军事合作。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仗到底会打多久啊？因为拖越久，其实对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呢，对吧？或甚至是全球都不利啊。但是打多久，委员觉得会取决于哪些这个变数跟关键因素？那最主要就是说，你伊朗还有多少的飞弹，还有多少的无人机可以打？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打掉了600枚的弹道飞弹，好，这还要加上这个以色列所强调了，在美伊的一开始的轰炸已经摧毁了他一半的弹道飞弹。如果是这样2000枚，如果一半的话，就剩下1000枚，1000枚再减600，就剩下400枚。那再跟你讲多一点好了，就可能到达800枚。可是真正的高潮，我认为是过去了。这个战争大概就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大概是重要的那个想打的战争的这些资源，大家都消耗了。我说对伊朗来讲，因为你伊朗没有制空权，整个的你的空中是被人家看光光了，从上面看下来，人造卫星。然后这个高空侦察机，还有在低空的这个无人机这样的侦察，所以你有什么而且最主要是情报。你想想看，他们的人在聚会，为什么一口气把49人全部杀掉？这是情报。情报有的是因为你内部有布置内奸啊。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监听，以色列跟美国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你整个动向被人家掌握，我就看到最近有个动态，就是它很多的无人机跟飞弹是放在地下碉堡里面。美国跟以色列就攻击碉堡的口，所以你等于你的出不来，弹道飞弹根本出不来，你有无人机也出不来。他有时候用那种重磅的那个炸弹，钻地的那个炸弹，就从上面往下丢，你的飞机、你的飞弹在里面本身就被摧毁哦。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啊，战争是数尸体，讲很难听的话，你伊朗今天对美国，你杀死美军多少人？6个人，6个人，你打了1个礼拜，发射了600枚的飞弹，1500架的无人机，你杀死美军是6枚。虽然你有摧毁了一些很重要的设施，譬如说阿联跟约旦的这个所谓的THAAD， 就是那个萨德飞弹的这个雷达，你也摧毁了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像我们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这样，这都很重要设备。可是最重要，你没有杀到人。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死亡10个人，大概全部都是平民。好，所以也就是说，你捕捉不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队的主力，你捕捉不到。对美国来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样，美国就打不下去。就是你很短的时间让美军死亡，一天几十个人。1个礼拜下来，几百个美军死亡。我跟你讲，这个战争很快就打不下去。那委员，那你怎么看？因为最近这2天不是也有在讨论说，伊朗他们现在推出一个去中心化这种指挥体系，就是各自为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们的外长讲得很好，他用一个字叫 decentralized、mosaic， 这个 defense 马赛克式。他像马赛克要把它整个分布在外面去。问题就是我刚刚讲了，美国跟以色列要打你以前也准备了很久，他也把你看得光光了。你是有台湾的45倍这么大，伊朗，可是你的东西放在哪里？基本上美国是有掌握，以色列是有掌握。这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拦截的飞弹能力真的是很强。以色列大概到达拦截率大概90%，其他的海湾破湾的那个海湾的其他国家的拦截率大概也有差不多85%左右。所以你这样的拦截的能力啊，你即使还有飞弹，你即使还有无人机出来，可是真正你能够造成的破坏是少的。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成果，譬如美军被你杀死6个人，然后你炸掉他们的什么萨达这个 THAAD 这个雷达啊，然后把它长城预警雷达破坏，那是前面2-3天的事情2-3天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朗并没有造成美国或以色列重大的军事或是经济的伤害，并没有。你打掉一栋楼，你打掉一些住宅区，其实那个东西不会影响战争的结果的。现在大家都在看是说这个战事会大概拖多久哈？当然现在从4天到川普讲说大概4周。
那刚刚也提到说，美国这边国防部相关的军事情报呢，也会做好准备，说至少起码3个月哈。但现在当然这个说法不一。不过这次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联手这个发动了攻击呢，也引发石油危机哈。现在除了影响到全球股市，当然也对能源的关切提高。可是川普本人不担心啊，他在接受路透社的独家访问的时候，他说一切结束的时候，油价会迅速下跌，如果要涨，那现在就让他们涨吧啊，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但市场呢不这么乐观啊，因为高盛就直言，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就是运输受到阻碍的话，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可能会突破每桶$100的价位。那如果冲突扩大到中东的产油国啊，这个原油价格更可能会超过每桶$120以上哈。所以骆总，您觉得哈，因为现在看到油价的上涨，那接下来就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通膨啊，这部分的连带怎么观察？的确，现在大家是很担心这种能源短期的通膨，加上经济的低成长，因为经济低成长也受到关税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伊朗跟美国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延续？它的对经济上影响呢，完全取之于这个荷姆兹海峡。就这场战争能不能继续消耗下去，能不能打下去，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第二个观察点，荷姆兹海峡到底会不会解放？因为它现在是被实质封锁。虽然刚刚委员有讲到说，伊朗没有制空权了，但是它海军呢也被美国打挂了11艘的这个船舰以上了。那因为现在有人说20艘，有人说11艘，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他的海军想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是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去破坏那些油轮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很多油轮是不敢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它变成实质封锁，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派一条小船去把一个油轮去油轮旁边去把它炸了一个小洞，那个油轮就不能行动。那这也是妨碍这个油轮不能经过，所以现在大家油轮都改走非洲的好望角，或者呢这个用空运的方式，对，但这样成本就会增加。是，所以大家认为说，如果荷姆兹海峡长期被封锁的话，那当然油价就会上涨，这是不变的。那川普这么有把握的原因，他可能认为，因为我第一，我地面部队还没有进入；第二，我如果能掌握到荷姆兹海峡的话，我就可以没有这个油价上涨的问题。第三，美国还有其他的法宝。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有释出它的战略原油，也可以协调 OPEC 的国家产油国家增产，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采行。所以陆老师觉得短期的通膨疑虑在所难免。短期的通膨疑虑的确是有这个。OK， 对，因为你只要荷姆兹海峡被收，像这个礼拜我们的油价就国际原油上涨了将近这个25%，到35%。西德州原油上涨的更多，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8%，所以都上涨的蛮多，那势必就引发下一波的这个通膨的这个疑虑。但这是短期的，长期的就完全取之于荷姆兹海峡有没有被实质封锁。对，周末我看到新闻吓一跳哈，就是开车的朋友、骑车的朋友哈，就是说油价可能每公升要上涨3块钱哈。当然这个。都希望这个只是短期的波动，好，因为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呢，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很明显收尾的状态哈。星岛日报也报道说，中国大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崔守军，他认为呢，中国大陆呢每天有超过500万桶的原油必须要经由荷姆兹海峡输入，占中国大陆每天原油进口总量的大约1/3。如果这个能源咽喉要道一旦断航的话，这个保险。战争险的保费还会暴涨，还有呢，就是刚才陆老师有提到的绕行好望角增加的物流成本会推升全球的油价跟物价，恐怕也会冲击到中方的能源供给安全。所以他认为呢，油价的暴涨还可能会让中国大陆呢带来这个通膨输入性的通膨，进而冲击到中国大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毛利率啊。所以这次在发生了伊朗这个战事之后，大家在讨论那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其中被讨论到的，其中呢说中国大陆的损失可能也非常的惨重，但不只是中国大陆啊，包括东亚的，现在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在内都无一幸免啊。因为台湾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仰赖中东所产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比例超过了60%啊，但是替代解方无解嘛。
我想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战争没有赢家啦，和平没有输家。那在战争的情况底下，我相信不会是单一国家受到伤害所以我相信就是除了中国大陆来讲，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受到这一波的这个石油波动受到影响。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期间算是受石油影响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给控制住，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伊朗这个战事，那伊朗有90%的石油是输给中国大陆，那这2个国家加起来占这个中国大陆输入的石油大概12%所以换句话说，在这2场这个冲突之中，其实中国大陆的确是在石油供应上面受到比较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也不会就有火车要撞过来，它也不会傻站在那边被撞嘛。那我认为它有很大一张牌是来自于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个欧洲的制裁、西方制裁之后，它石油根本卖不出去。但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有油管的。那我认为，就是对中国短期来讲，因应的替代方案会是从俄罗斯输入更多的石油。那我认为它是有因应方案的那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亚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个石油的进口大概都经过这个北阿拉伯海，然后往东亚走，所以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荷姆斯海峡。那我觉得这几个国家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日本虽然有90%的石油来自于这个区域，要通过荷姆斯海峡，但是日本的整个能源的供应上面有30%到35%它是干净能源，也就是说它对石油的依赖没有其他国家这么高。韩国有30%来自于核能，那它也不来自于石油，虽然它也是有90%从这边进口。那我们的状况比较特别，我们大部分的石油其实超过50%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们的天然气超过40%是来自于澳洲，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敏感度相对低，但是我们在这个能源占比上面的这个干净能源只占12%到15%所以这3个国家相比之下，其实各有优劣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干净能源现在也到25%，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受影响，但是大家也都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结构上的不同。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如果这场战争可以在短期之内受到控制的话，也许它在长期的通货膨胀或长期的石油的价格上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OK， 简单的问题请老师简答就好了。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因为川普最近不是讲说4周他们预估因为大家想说这个时间点蛮接近这个3月底，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行程你觉得会有改变吗？对，我现在看起来不太会有因为最近中国两会的这个人大就是人民大会的发言人已经说，就是希望这个美中元首可以见。那美国方面，白宫的官员也透露出，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会稍微暂缓。那我觉得双方都在释出善意，看起来没有要变的意思。